中国最新推出的 K 签证是真把国内的年轻人惹毛了，网络上是骂声一片呢，就连这亡国之君都骂出来了。老习会被吓住吗？ K 签证会烂尾吗？我判断不会的，他很可能会强推，因为他难以启齿的目标没有改变。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号。这些日子很多人给我发私信说聊聊那 K 签证吧，年轻人能不能让这个政策烂尾？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大概率他宁可强推也不可能烂尾，因为在网络上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呢，说这个签证是抢中国人的饭碗的，1000多万的毕业生都没找到工作，你又放进来。不是的人才不同。第二，有一些海外的媒体可能是离开中国太久了，他们说这什么破签证真正想留在美国的人是不可能到中国生活的，饮食不习惯，语言又不通，又不能自由上网。那我就给你客观分析一下这个政策推出来的初衷是什么。这个也是中共他难以启齿，不想让国内的老百姓知道的。首先我们说一下背景，美国的现任总统川普他一直是讨好自己的右选民的，本质上他是反移民，包括这个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你看上台之初他说要把非法移民遣返，但上台以后这合法的有签证的，尤其是 H1B 签证的，他也要打击，也要限制。现在新推出个政策是10万美金打底，你企业想雇外国人，先拍10万块钱美金这儿我跟你说一下，这个 H1B 确实有少部分人被滥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作弊。但是根据公开的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每年新增它只有 8.5 万张 H1B 签证，而且呢他们的真实平均薪酬呢是11万美金的年薪。你这么说吧，老川讨好的红脖子跟这个没关系。如果他真的能拿到那11万年薪的话他就不是那个劲头了。所以说宣传是一方面，实际它又是一方面。那每年是 8.5 万张新增，又有加上续签的，每年只有40万个，这个人数应该说是不多的。但是呢，现在你增加了这10万的门槛，有些企业就想，我要出这10万，我还不如干脆就雇一个本国人算了，不太好用没关系，慢慢培训呗，人家就能省这10万块钱。那中国在这个政策节点上，他就看到了一线机会，因为他从心理上知道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除了这个所谓自力更生之外另外他是在走捷径，就是靠钱砸什么呢？子弟的孩子，包括外国留学生你在美国高校学完了这些高科技技术我拿钱把你招过来，连房子都给你解决，连翻译小秘书都给你解决。以前节目我讲过所谓的千人计划，现在不聊了，虽然不谈了，但这动作没有断。当然了，相对应的，美国也在限制中国留学生你来学这些专业。你像共产党的子弟签证都不太好办。那中国要想继续走捷径就是那个抄袭剽窃也行。那你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你美国增加了门槛，那总有20%左右的人会被当着。那这些人如果来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等于把那些先进技术已经学成的人拿过来了嘛，钱不是问题。所以说他推出 K 签证本质上
就是要切美国不要的那个蛋糕，所以他不愿意告诉老百姓，我们是想要那一部分所谓的退而求其次的人才。他当然清楚，顶尖的人家就是要留在美国的。第一是挣钱多，第二呢，他有个奔头，就是我有段时间呢，我可以转绿卡，绿卡以后5年后我可以考公民，他就可以不再当印度人了，他可以当美国人。这才是 H1B 的魅力所在，本质上是为了入籍。那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你来我这儿工作、上学、配小秘书完全没问题，但你要说拿永居入籍是相当难的。说到底它也是一个短期行为。那我们就来说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炸了，无论左右，包括小粉红群体都是一致反对，骂声一片，都说老习是亡国之君，什么万历第二什么崇祯第二，听起来那肯定挺刺耳的。我想这件事儿它应该是基于另外一个误解，中国把有一个政策给玩坏了，叫做所谓的中国高校国际化。既然我成不了国际一流大学，至少有一个指标可以叫做国际化的学生。那欧美的肯定不来，俄罗斯的也很少来，那只能吸引那些黑兄弟们来那些黑兄弟们来了以后，至少学生他国际化了呀。因为有很多中国的学生觉得不公平，为什么老黑的学生宿舍有空调，2人一个房间，我们8个人一个房间只能扇风扇，不公平这种事儿太多了，是因为你没有在校长的位置上换位思考。你如果是校长的话，你也这么干，为什么呢？因为招外国学生你有一个指标，也有一部分钱，教育部根据你那个指标给你拨款，如果几个亿、几十亿的下来，真正你给这些老黑学生什么找学伴每月发了2000块钱，那都是小钱，大多数钱那都分了。中共大力在亚非拉地区招这种留学生来中国留学还有第二层他不愿意让老百姓知道的，那就是中共他要培植自己全球的力量或者马仔。以现实的例子吧，你像非洲有一个叫埃塞俄比亚前总统，就是北京大学毕业出去的，他肯定是清华的呀。还有一个叫刚果民主共和国前任总统，那也是北大出去的。第三个，现在有一个现任总统，应该叫津巴布韦的吧，他那也是北大出去的，当然也有清华出去的，包括胡塞武装那个叶海亚是石家庄陆军学院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于中共来说，他有长期的价值。首先，你在这儿我学习的，你懂中文，或者说你娶一个学伴，娶个中国老婆，你不清华，你亲谁呀？天天给你吹着小枕边风，对吧？有点好矿给中国合作，别给老美合作你看，这不是长期利益吗？处在这些联合国这些人就是铁票仓。因为有一个家伙好像叫戴旭吧，说中国有2个传统朋友，一个是黑兄弟们，另外一个是阿拉伯世界。你看吧，哪些投票他们虽然说不讲什么正义不正义，但是人数或者说是国家的数量非常多。你看非洲1多半可能和美国不亲，但是和中国亲因为在这留的学也许那个老婆都是中国人。你看联合国投票这些回报那是相当大的，那就更不用说非洲的石油什么稀有矿藏中国参股的问题了。因为中国企业不要讲什么环保，只要我把这矿石采走了以后那就可以了。你只要和总统、当地酋长把这个蛋糕切好，那没问题。所以说中国的高校吸引亚非拉和阿拉伯世界的留学生是有长远利益的。当然了，受损害的还是中国的年轻人，至少你性资源被影响了呀。你这跟着黑人跑了，那你这个就没法聊嘛。谁让你的宿舍里没有空调呢？人家这老外宿舍里他有空调呢。
所以说啊，中国学生他不了解这回事儿。正是因为所谓的国际化学生被高校玩坏了，所以说啊，中国年轻人也觉得这 K 签证你的门槛太低了，只要本科学历。那印度人伪造个本科，他也可以进来，不是给我们抢饭碗吗？实际上，中国学生，或者说中国年轻人啊，完全误解了现在的实施细则，并没有完全下来，但是啊，先表了一个态，就是大家美国人不要你，我要。他先喊了那么一嗓子，至于说什么人能来，学艺术能来吗？学文化能来吗？我看未必。他主要还是瞄准什么生物制药、半导体、人工智能 AI，他还是想要美国高校教的这些高精尖的玩意儿。你要不学这个，他才不要呢。好，我们再说这个，它是一个签证，并不是说中国政府供养了这些人，这跟那老黑呀完全不一个概念。首先，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 MIT 的学生，或者麻省理或者这个伯克利的学生，美国不要他，他要是来中国的话呀，他是自己带着钱来找工作的。如果说找不着工作，他每天人吃马喂，他是花钱呀，这不就当旅游了吗？如果没找到工作，他就回去。他不可能像中国的年轻人硕士博士那样，我去送快递啊，我去这种蹬三轮，不会的。哪个名校过来蹬三轮啊？他宁可回印度，他也不在中国和年轻人卷，因为他根本无法接受996的这种工作。第二，我想说一下，有些海外媒体啊，包括有影响力的所谓大 V 都在讲，这个政策啊是名存实亡嘛，或者说是这个根本就会胎死腹中啊。因为老外啊，就是美国不要他，他不会去中国的，因为什么呀？饮食是个问题吧，中文环境还得炫学吧，或者说呢不能自由使用互联网吧，这个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因为在十几年前，我们在重庆做合作项目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薄熙来当市委书记呢，他就有什么吸引高科技产业园啊，还有沙坪坝产业园啊，那里边跟特区啊非常像。为什么呀？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你得拿那个证件进去。你在那里边啊，除了工作之外，宿舍、吃喝玩乐、娱乐，连夜总会里边那小姐她都会说英文。也就是讲，你要是真正的高新技术人才，你去特区那种高科技园区里边啊，没问题，那几乎是英语的环境，就为你打造的，就为了要你的知识，让你的知识留下来啊。生活有啥高科技啊，对吧？你吃的、你住的、你玩的和你美国没有本质的区别，可能比这还要再开放。第二呢，互联网早就给它打开了呀。因为你看，我们苏州有些企业，尤其是高科技园区和这个工业园区，它上面有很多功能园区，那园区里边它有白名单制度，有这个经信委啊和那个商务局啊，包括招商局啊三方，它合作商量出一个白名单。你真的是和国外做生意啊，你那互联网是可以自由访问国际互联网的，这完全没问题。当然了，它会严密受到公安的监控，你有没有上一些什么政治类的网站？如果说你不去上那些政治网站，你只是说，哎，我查查信息呀，什么和总部进行沟通，谁管你那玩意儿？所以说，我们换位思考一下，那些被美国拒之门外的人才啊，他真的有可能考虑中国。语言不是问题，自由上网也不是问题。有些人也未必说我就停下来一直要当要这个入中国籍，很少有这种想法。他们在干嘛呢？在挣钱。我先在中国把这一部分钱挣了，这段时间干嘛呀？观望，观望这黄毛老川，你啥时候下去？他毕竟也是3年多倒计时吧，这已经是第2任期了。如果说民主党再上来以后又恢复了10万的美金取消了，那人家啪辞职啊，中国企业辞职啊，还得要回到那个美国护照和绿卡的吸引力回去。那你说这些人待几年有啥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啊，我给大家不能叫更正啊，确实有些海外的媒体不太了解中国的政策，对于外国人啊，这种特区啊是比比皆是。
主要是中心城市它都有啊，和国外的生活没什么区别。最后我想说一下，这个政策对于中国的年轻人影响在哪儿呢？是机会，是晋升学习的机会。确实啊，千人计划来的什么大拿，那为什么中国要推出这种他们哪有拿的那个叫 R 签证啊？那给这些 K 签证给什么人呢？大拿你也得需要马仔，比如说我都是 MIT 的，我都是这个伯克利的学弟学妹，他熟悉啊，同样是英文环境，学的知识体系是一样的，他比教那些中国的学生要省事儿的多，所以才推出这种对所谓中高级人才的 K 签证。说句实话，如果说中国的学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那套技术真的能和美国齐平的话，中共是不会花外汇请这些二流的人才的。说到底还是底气不足，他清楚，当然他愿意花钱呢。这个政策可能要强推下去，接下来也会推出一些实施细则，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也欢迎您打开小铃铛，明天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相聚，再见。